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市场好像特别吵，一会儿是通胀，一会儿是利率，一会儿又是美债、油价、伊朗、AI 泡沫，好像每天都有一个新理由提醒你市场马上要变天了。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人累的不是下跌本身，而是这种没完没了的声音。所以这期我想跟大家聊聊，当市场处在多空极限博弈的时候，一个普通的长期投资者怎么在一片喧哗里把自己的节奏守住。按惯例，先来看账户。这2周大盘先跌后涨，但我的账户表现却是跑输了标普500。截至5月22日收盘，我的账户下跌了 0.04%， 账面回撤73美元，同期标普500上涨了 1.01%。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，从2023年6月到现在，我的账户总盈利还有70085美元，年化收益是 24.68%， 整体依然是跑赢了标普500。在我的持仓个股里，除了英伟达之外，台积电、特斯拉和谷歌都跌了，谷歌的跌幅最大，下跌了 4.45%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些天为什么涨，为什么跌，因为每次市场一波动，事后总能找到一个解释，可很多时候这些解释都只是后来补上的故事。短期涨跌更多的是情绪、预期、量化模型和资金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并不一定代表公司本身发生了什么根本变化。所以我一般只会在个股单日暴跌超过 5%， 或者连续2天明显大跌的时候，才会认真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最近这2周市场波动确实比较大，从 FOMO 到恐慌，有时候就是一瞬间。那市场现在到底在担心什么？表面上看，担心的东西很多。首先是美债收益率走高，通胀抬头，降息预期被打碎，甚至市场开始重新定价加息的可能性。30年期美债冲到 5% 以上，10年期美债冲破 4.5% 的塔口红线。4月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也不太好看，通胀正在从能源蔓延到服务业。再加上新任美联储主席上任，市场也在对这位新主席做压力测试。第二是伊朗冲突反反复复没完没了，油价上行也推高了通胀，但这些在我看来更多还是短期噪音。真正更重要的是，市场正在经历从 AI 叙事走向 AI 变现的阵痛期，空头和多头正在进行一场极限博弈。空头担心的是半导体板块太热了，美股这大半年的上涨全靠少数几家科技巨头在撑，市场广度窄到了极致。他们觉得现在已经处在历史性的极端超买区， AI 基建泡沫很大，就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崩盘前夕。英伟达 Q1 财报哪怕非常亮眼，仍然没能走出超预期魔咒。再加上 SpaceX 马上 IPO， 空头也会担心它对市场流动性产生虹吸效应。但多头看到的是另外一面，他们认为现在正处于第4次工业革命早期，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对冲高利率的压力，而且这些科技巨头也不是只会讲故事，他们是有盈利、有现金流的。而且像台积电这样的上游供应商，目前采取的是相对保守、理性的扩产策略，这其实是在给整个行业踩刹车，不是盲目扩张。所以我对当前市场的核心看法其实很简单，现在的美股正处在 AI 真实盈利支撑的牛市和短期通胀引发的利率风暴之间的拉扯期，也就是说长线逻辑还在，但短线波动会很折磨人。只要 AI 科技叙事主导的长线逻辑没有发生根本动摇，那么市场因为短期噪音带来的大跌，在我看来反而是在给长期投资者更好的价格。说完判断，再说下我的操作。因为比起天天猜市场方向，我一直觉得仓位管理更重要。我的仓位管理采用的是核心卫星策略。在我的心里，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结构是核心 ETF 60%到70%，卫星个股20%到30%，现金仓位大概10%。但我的公开账户其实并没有这么保守，个股比例已经接近 50%， 是比较激进的，而且特斯拉的占比偏高。
这2年特斯拉的表现其实一般，按年化收益来看是跑输标普500的，也拉低了我账户的整体收益，所以我的账户经常是涨的时候比大盘慢，跌的时候比大盘更狠。从整个账户的安全来看，我现在不会减持特斯拉，但我需要慢慢提高大盘指数，还有谷歌、英伟达这些表现相对稳定的个股的比例，去稀释特斯拉的仓位。那我现在具体怎么做？第一，继续定投大盘 ETF， 我每个月还是会继续定投 VOO 和 QQQ。ETF 对我来说就是底仓，就是压仓石。我买 ETF 主要有2种方式，自动定投和有钱就买，不择时。另外，如果市场出现明显大跌，我也会加码买。之前我展示过黄金 ETF GLD 的定投，因为债券和黄金传统上都可以作为股票的对冲，但这个账户主要还是展示我的美股实盘，它只是一个投资记录，并不是整个家庭的资产配置。而且黄金在我整体仓位里的占比很低，其实也达不到真正的对冲效果，所以以后我就不展示黄金 ETF 的定投了。第二，我主动停止加仓个股。前阵子因为伊朗战争引发市场波动，我已经连续加仓了16次，所以如果接下来市场再出现大跌，我会优先加仓 VOO 和 QQQ， 而不是继续扑向个股。因为个股方面我的仓位已经比较高了，所以我会坚持左侧加仓的原则，必须跌到我的目标价位区间我才会动手。我参考的还是那几个老坐标，200日均线、持仓均价，还有远期市盈率。如果远期 PE 高于30，我通常就会觉得有点贵。目前的问题是，虽然市场时不时会跌，但是跌幅并不大。这些股票离我的目标加仓区间还比较远。比如特斯拉，我的成本价是268，最后一次加仓价是338。如果高于338，对我来说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台积电我的成本价比较低，是140，所以现在高于200日均线316的时候，我也不会买。谷歌高于295，我不会买。英伟达参考200日均线，高于187，我也不会加仓。而且对我来说，优先加仓顺序是谷歌、台积电、英伟达和特斯拉。很多时候长期投资其实是很无聊的，而复利增长恰恰就是在这种无聊里慢慢生长出来的，不是在频繁交易里产生的。巴菲特也经常说，市场大部分时间都是无效的，真正的大机会并不多。我们当然不可能像股神一样拿着大把现金等大跌，但有时候也的确需要忍耐，不操作本身也是一种操作。接下来我还想聊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，就是悲观主义。我最近在看《金钱心理学》，里面有一个观察，我觉得特别有共鸣。在投资世界里，悲观主义往往比乐观主义显得更理智、更有智慧，也更容易吸引注意力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告诉别人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大家通常只是礼貌的点点头。可如果你板着脸说一场金融灾难要来了，美债要崩盘了， AI 泡沫马上要破裂了，那大家立刻就会认真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乐观主义听起来像一个花言巧语的推销员，而悲观主义更像是一个在真心提醒你风险的好心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悲观主义在财经自媒体里传播的特别快，也特别容易让人上头。为什么金融市场里悲观论调总是这么吃香？首先，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，我们天生就对损失更敏感。其次，钱这个东西太敏感了，一旦市场下跌，每个人的钱包都会缩水，于是大家会拼命找原因，再顺着这些原因去集体焦虑，继续预测下跌。在一个高度互联的社会里，恐慌情绪的传播速度往往比病毒还快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悲观主义者通常只看到眼前的困难，却忽略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。经济学有个铁律，极度的繁荣和极度的萧条其实都很难持久。遇到问题，人会去解决问题，企业会去调整，系统也会去修复，这就是人类文明一直往前走的原因。而且大家会发现，灾难往往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比如股市崩盘，但奇迹也就是复利的力量，却需要很长时间去酝酿。我们的大脑很容易被突发事件刺激，却很难感知那种缓慢但坚定的增长。可事实是，在过去100年里，
美股经历了无数次战争、危机和衰退，最后还是上涨了17000倍。我并不是盲目乐观，我也不认为投资会一帆风顺。真正的乐观主义不是闭着眼睛相信一切都会顺风顺水，而是在看清底层逻辑之后，依然愿意相信，从长期来看，好结果出现的概率终究会偏向成长这一边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也必须接受无数次的挫折、波动，甚至短期亏损。所谓长期投资，不就是先想好这趟旅程的票价，然后甘愿为长期增长支付这些波动的成本吗？所以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不焦虑应对清单。当市场噪音让你觉得烦，甚至有点焦虑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做。首先把注意力拉回现实生活，去找那些让你感觉快乐踏实的小事，关掉交易软件，陪家人聊天，翻几页书，做一顿饭，或者看一部电影。第二，主动过滤掉那些频繁更新的新闻、数据和观点，只看已经发生的事实和行为。可以每天让 AI 帮你整理相关的重要新闻，忽略谁又说了什么，谁又在预测什么。焦虑往往来自过分担心和想象。第三，不要频繁刷新股市的涨跌信息，可以在交易软件里设置极端跌幅或者到价提醒。像我只有当特斯拉单日下跌超过 8% 的时候，手机才会提醒我。第四，精简信息渠道，只看那些让你觉得舒服、客观、讲逻辑的频道，主动远离那些只会制造焦虑、说教，甚至试图用情绪操控你的内容。如果有些博主的数据不错，但是表达方式让你很不舒服，那就把他的内容交给 AI， 总结成没有情绪的文字。你吸收他的数据和观点，但把他的焦虑和悲观留在外面。投资时我们必须清楚成功的代价是什么，那就是在长期增长的背景下，你必然要承受一般人不愿意承受的波动和短期损失，并且甘愿为此买单。其实投资很像一面镜子，它照出来的不只是认知，也照出了自己的贪婪、恐惧和执念。我们总想抓住每一次机会，躲过每一次下跌，但很多时候正是这种我什么都想控制的执念成了痛苦的根源。当你不再试图掌控市场的每一次波动时，你才真正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。把波动还给市场，把生活留给自己，极简投资，活在当下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周的实盘更新。以上内容仅为个人投资记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周见。